法官，但是这次我没听我妈的话哦。我从小就有一个愿了，不听她的话一次。这次我做到了。如果我妈还活着，她也一定希望我还活着吧？我偏不。法官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地狱吗？法官，我这种人一定会下地狱吧？我妈肯定也在地狱里面。我们在地狱里面是不是能见到面啊？见到她又得让我写检讨吧？妈妈，妈妈，我错了，原谅我。老婆，杀了我妈肯定也在地狱里面，见到她又得让我写检讨吧？钱付了啊，谢谢。哎，等等手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舞房？你自己暴露的呀。哎，你说你发个朋友圈，你还定位，你这样做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是个法官，不要总暴露自己的行踪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真是的，忘了把你分组了。啊？哼，我现在已经属于不能看你私生活那一组了。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哦，是不是因为上回我让方颖回避那件事儿？好，那件事儿呢，我做的确实不地道啊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下回再也不会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你想多了，你作为一名律师，少看法官的私生活为好。你不对劲，说说吧，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郁闷？都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是这样吗？哼，为人父母不需要考证是最扯淡的一件事儿。问你算是问错人了。怎么了？到底让你问这样的问题？一个当事人杀了他母亲，但真的是这个孩子杀了他母亲吗？不然呢？在他杀他母亲之前，他母亲严苛的教育，或许早就杀死了这个孩子。精神上的杀戮。对。可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这个孩子在精神上被凌迟？哎，我发现你最近朋友圈发的特别勤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害怕孤独，你害怕活在那个只有你自己的世界里，所以哪怕是虚拟的，你也想找人来陪着你，对吧？那我再考考你，我为什么重新开始跳舞？驱魔、杀人放火、走私放毒，天天和这些阴暗的东西打交道，那是个人心里都不会好受。所以你需要一场仪式来驱散心魔，让自己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里。哎呀，西天啊，我觉得你不当律师，完全可以当个心理医生，是吧？只要你能多让我练练手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如果以后你想找人陪，就给我打电话。
可是我最需要的不是陪伴，而是独处。行，我走了，回家了。明天一大早还要开庭呢。这什么意思？徐律师啊，这虽然没有多少钱，但真的是我现在能拿出最多的了。我记得你跟我说，你之所以代理默默的官司，是因为要收集更多富强的证据。可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俩没有什么。你认为我的官司还能赢吗？吴女士，首先第一点呢，这个钱我不能要，你该给的律师费已经足够了。其次呢，你既然聘请我当律师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为你争取到最大的利益，这个你放心。你要相信一点，离婚是自由的，因为结婚是自由的。我相信。进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啊，就这样。双河律所的徐律师到了，他有重要的事情跟您沟通。好。吴总您好。你好。双河的，邝总的律所。啊，邝总是我们的合伙人。律师证我看过了，也跟律所核对过了，没问题。什么事儿说吧。自己人，单说无妨。好。我受吴华吴女士的委托，现在正式通知您，吴女士想要跟您解除婚姻关系。这是离婚协议书。还有我的委托书，我们希望7日之内呢，能得到您的回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副总，我给你盛饭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好。默默的事情，我知道你很生气。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，他都已经撤诉了。说吧，我怎么做，你才能消气？还记得他吗？我们起家的时候卖的进口红香，当初我们押上了所有的身家，要推出这款木头，可是没想到市场不认，逼得我们没办法了。你不顾家人的反对，辞去了外企的工作，
没日没夜的帮我翻译这款木头的国外资料。后来，我靠这些资料，慢慢的说服了客户，打开了市场。吴华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福祥的今天。我永远记得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突然想到我了，是不是怕离婚分财产？福祥，你不觉得现在说这些话太晚了吗？唐法官，叶欣，这么巧？对，这么好看今天。上次啊，我问你那个案子判了，我还得感谢你提供的思路呢。被告律师特别服气，没有上诉。太客气了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最近怎么样？你们庭的案子多不多？怎么了？啊，你耳环真好看。我7月里就要摘了，上班的时候不能戴，但我上班的路上总可以美丽一下吧。您心态真好，向您学习。哎，中午有没有时间？我还有些事情想请教你一下。太客气了，没问题，我来找您。法官，我的证明材料已经递交上去了，这3套房子全部都是我婚前自己买的，是这个女人婚后以后给我灌迷魂汤，我才会把她的名字加上去的。放屁！是你自己为了辞职让我在家带孩子才加上去的。法官，为了支持他工作啊，我真的是回归了家庭。谁成想啊，我当时真的是瞎了眼。他其实啊是个啃老族，靠着房租生活，家务不干，孩子不带。哎呀，指着这样的男人，我还有什么可指望的？你那是骗婚！我跟你说，你当初嫁给我就是为了我这几套房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我没什么跟你好说的了啊！法官，我申请离婚，这个财产啊必须对半分。不可能，我这3套房子值800万呢，平分门儿都没有。安静，注意法庭纪律。民法典第1063条规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，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，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本案中虽案涉3套房产系原告婚前购买，但婚后该房产产权变更登记在原告、被告名下。该行为表明，双方已同意将原告婚前购买的3套房产约定为夫妻双方共有，因此，案涉3套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唐法官，叶欣，进来。喝咖啡吗？啊，不喝了。我喝水就行。行，谢谢。潇潇，哎，梅姐，这是立案庭的叶欣。你好，这是我法助潇潇。叶欣，正好有个案子，我想跟你聊一聊。啊，好啊。唐法官，这照片上是我女儿啊，5岁的时候。啊，那她现在多大了？18了。你有一个18岁的女儿？我还以为你没结婚呢。瞎讲，我都40多了，哪能没结婚啊？我们大家可都说我们薇姐可是人生赢家，女儿在英国大学霸一枚，姐夫又是英国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。哎呀，你们说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八卦了啊，咱们还是聊聊正事吧。好，来。什么案子呀？你俩这愁眉苦脸的。吃个芝麻丸补补呢。哎，苏苏，哎，你来看一看。啊，这个离婚案我记得，被告人是福祥，他不就之前那个被女下属污蔑性骚扰当事人吗？是他吧？没错，可关键是呢，他老婆的无华代理律师也是徐天。
你们记不记得，之前默默诉福祥职场性骚扰代理律师是徐天，现在福祥的老婆代理律师还是徐天，你们不会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吗？你说吴华知不知道徐律师之前代理过默默呀？或许只是一个巧合吧。不是，说了半天，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问题要离婚？前几天我跟周法官找他们分别聊了聊，他们俩对于很多问题的说法南辕北辙。周法官，你这么年轻，应该还没有结婚吧？就判离婚案？吴女士，之前福祥被告性骚扰的案子也是我调的，请相信我的专业能力。抱歉，我没有怀疑你能力的意思。那请说说你的实情吧。徐律师，还是你说吧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实情，就是离婚。我当事人觉得他跟福祥的感情已经破裂。我不想离，也不能离，所以这次还得辛苦您，无论如何帮我调解调解。首先呢，我先得把事情了解清楚了。您太太为什么要和你离婚呢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您和你太太的感情怎么样？很好。那如果你认为他们的感情破裂，那就要提供相关的证据。周一到周五，福祥不在家里住，这算不算证据？还有他对我当事人的态度是冷淡，算不算证据？我不是不想回家，纯粹是为了工作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像你们年轻人，非要如胶似漆才叫感情好。其实，我们的感情早就破裂了。在我女儿10岁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了离婚的念头。那当时为什么想离婚？有一次我女儿发高烧，正巧我也发高烧，我那个时候站都站不起来，我就给福祥打电话，让他回来送我们去医院。结果他怎么说？他说他在陪客户，让我自己解决。他当时的客户很重要吗？对他来说，没有不重要的客户。我跟我的爱人啊，是患难之交。当时所有人都反对我们好，为什么呢？20年前，他是新南大学本科毕业生，天之骄子。认识他的时候啊，我开一家皮包公司，还欠外债2万多块钱。当时所有人都反对他跟我好，但是吴华他对我一见如故，不离不弃，态度非常坚决，宁可跟家人决裂，他也要嫁给我。我记得那天，我发着高烧，抱着几乎都抱不动的女儿，在人满为患的医院里，气都喘不过来，马上就要摔倒了。可是，我就跟我自己说，我不能倒下，我不能倒下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倒下了，没有人过来帮我。所以，从那个时候，我就有了离婚的念头。因为我看明白了，在富祥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保姆，他怎么可能会在乎一个保姆的死活呢？也就是说，吴华在嫁给你的时候，你是一无所有的状态。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离不开他。画幅呢，是我当事人和福祥当年一起办起来的。后来老人去世了，孩子也长大了，我当事人就想回到公司里找点事情做。可是跟福祥说过好多次，他都是置之不理。所以我觉得福祥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。那福祥连一个拒绝的理由都不给你吗？他根本就看不起我。他亲口说的。
华福上个月成立了一家全资的子公司，我就跟他提出来，我想去接手管理，可是他就敷衍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找去管理的人，居然是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给我打杂的手下。所以你提出了离婚。周法官，我不是那种只会坐享其成的富太太，我受过高等教育的。公司也是当年我们俩一起创立的，只不过回归家庭是迫于无奈的选择。我现在有能力也有精力管理好公司，可是在我丈夫的眼里，我只配当一个保姆。难道这还不够让人心寒的吗？他这么跟你说的？是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想离婚，你就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，这样呢，我才能帮你们解决问题。我们的谈话能保密吗？当然。我太太她外面有人了。哦，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2年前，我太太要开一家服装店，钱不多，50万。我觉得她有点事儿做，挺好的，我就马上就答应了。没多久，她要追加投资。这一次啊，我就请我的律师呢，给我太太这个合伙人做了一个背景调查。艾伦，31岁。原来是某个奢侈品店的店员，2年前认识了傅太太，在傅太太的资助下，在新南路盘下了一家店铺，开设了一个买手店。2年期间，傅太太陆陆续续在这家小店里投入了总计300多万的资金，可目前为止依然没有盈利。他们俩的这种关系，明眼人都知道不正常。你有证据吗？一个女人不计后果的投资，支持一个年轻、帅气的男人创业，要说没有事儿，你信吗，周法官？那这件事情，你和你太太沟通过吗？为什么？任何事情，只要不说破，那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我一直在等。等我太太能回过神来，让这件事情无声无息的过去。但是现在我等来的是她狠下心来要跟我提离婚。所以你本身就是知道这件事，但是还是不想离婚，是吧？我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，我们是亲情、亲人。我恳求你，帮我好好的劝劝我太太，我离不开她，这个家也离不开她。只要她肯回头，我可以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原告，你说被告跟你一起打羽毛球，用力一抽，打伤了你的眼睛是吗？啊，对，我是看眼睛啊，花了好几千呢，这笔钱啊，得归他出。原告，你打羽毛球多少年了？哦，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打了。所以说你很熟悉羽毛球这项运动？那当然了，我可以和专业级的相媲美了。切！被告，当天是原告邀约你一起打羽毛球的是吗？我们是一个羽毛球群的，好几年了，我们经常约着打。本院认为，双方当事人相约一起打羽毛球，原告系自愿参加，自认具有羽毛球竞技的专业水平，故其对该活动的风险性和对抗性知情，应认定属于自甘风险的情形。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，故被告依法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。大爷，干嘛呢？这法院门口几点起拉横幅啊？
这扰乱公共秩序是违法行为。干什么呀？我讲追求公平正义有错吗？来，你们把我铐起来，你们铐起来，我怕什么？我什么也不怕，我讲理。不是法院门口，他还真不能拉横幅，赶紧摘了，快！不许动！哎，大爷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齐大爷得过脑梗，你们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有病历，你看吧。行，你们怕不怕？收起来吧，都湿了，齐大爷。哎呦，这有些天没来了，今天下这么大雨，怎么跑过来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光嘴甜，你今天一定得给我个说法，把我这个事儿解决了。我的案子你立不立？我跟您说，您就是再说10000遍，我也就一个态度，您这事儿立不了。好，你不立是吧？你1天不立，我就挂1天；2天不解决，我就挂2天。你这干嘛跑这儿吓唬我来了是吧？怕了吧？哎呦，我还真不怕，齐大爷，不光不怕，我还高兴呢。你看，你打这个横幅，兴城法院张伟民方远。张伟民什么人啊？我们副院长。你把我的名字挂在他后头，我跟他是一个级别啊，我受宠若惊啊。行了，齐大爷，别闹了，下这么大雨，你得感冒了。走，咱里边说去。哎，这回可是你求我啊，你让我进里边去的，对吧？是，我让你进里边去的。走吧，来，走。哎，那你们2个把这个条幅摘了吧。听齐大爷的，快，走，您慢点。哎呀，这个福祥，不但被女下属污蔑性骚扰，老婆还在外面有了别人，这也太悲催了。但是目前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啊。但如果不是真的，哪个男人会愿意这么说？况且福祥还是这么大老板。周法官，一会儿吴华就来了，咱们怎么调啊？哎，先问问再说吧。擦嘴。都大人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啊，生了孩子来了月嫂，地方不够住，为啥？这人多房子少吗？不对，我们拆迁本来政府是给了3间房，可是有人愣给黑走了1间，要不然我不会住客厅的。是，你别生气，来，先喝口水啊！太不公平了，这是。哎，现在几点了？4点半。不行，我得赶快回去了。儿子媳妇下班了，我得买菜做饭。那我送你。哎，不用，这我熟着呢。路上注意点，别坐车被挤着啊。这齐大爷怎么说着就走了？他这隔3差5的过来闹，回也没结果，这是不嫌烦呀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跟你说，小叶，我第一次见到齐大爷的时候，比你现在年龄还小。齐大爷是咱立案庭3朝元老级的信访户，慢慢学着点吧。周法官，今天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来呢？因为有些话我想跟你和你聊一聊，关于离婚的原因，还有什么其他的秘情？该说的、不该说的，我都已经说了呀。那个艾伦呢？富祥不会觉得我跟他有什么吧？我跟艾伦只是简单的合作关系，如果他真的怀疑我出轨的话，拿出证据来啊！所以你们只是普通的合作伙伴？当然。吴女士，我作为法官呢，无权干涉你们的私事，但我想说的是，福祥说，他很早就开始怀疑你。那他为什么不问我呢？但他说，比起这件事，他心里更在乎的是你。这是他的原话。或许这件事情不说破呢，你们的感情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至于他为什么不让你重回职场，我确实不了解内情。但是通过他和我说的话，我认为
他对你的感情还是很深的，他离不开你，这个家更离不开你。这是他的原话。周法官，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了劝和，替他说什么好话吧。如果你觉得我撒谎，你可以去投诉我。他真的这么说？他对你有忽视，甚至有误解。但这2天我分别听了你们的说话，我认为你们的婚姻还没有到头，你们有很深的感情基础。如果真的就这么离了，我怕你们会后悔。我希望你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，重新审视你们的婚姻。如果他真的这么说过的话，我希望他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。你的意思是？他能不能多理解我一下？我重回职场，只不过是想找回我自己的价值。吴女士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把你的诉求传达到。那就辛苦您了，周法官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有点堵车。徐律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是我通知他来的。徐律师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得让你白跑一趟了。现在没什么事儿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跟我当事人说什么了？我在帮他们理清头绪，我觉得他们的婚姻还有回转的余地啊。周法官，咱们法院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？那我们法院还能怎么样？不要天天搞一些调解上的说辞和把戏，行不行？这什么说辞，什么把戏？徐律师有话就直说。你有调解力考核，我都理解，但是你不能牺牲别人的利益。人家本来就是要离婚了，已经过不下去了，你非要把2个人又凑到一起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这么做良心上不会痛啊？我良心不会痛啊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天天的啊，吃火药了吧你？谁打你了？没事啊，我没事。你打我妈了？没你事儿。看书去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打我妈了？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把刀放下，儿子，把刀放下！喂，易安。飞姐，我来告状了啊！你师傅又怎么你了？不是师傅，是你的前任。他怎么了？我给人夫妻调解，想避免离婚，他阴阳怪气的问我良心痛不痛？他干嘛呀？我耽误他周密室费了？那他倒不是这种人。那他好端端的为啥怼我？我欠他钱啊？易安，他不喜欢法院搞调解，跟律师费没关系。主要是当年他爸妈出了点事儿。他爸妈？那飞姐，你方便和我说说吗？当年他妈上法院要求和他爸离婚，法院没判，说双方感情还未破裂。回去之后，他爸就打了他妈，这事儿闹得天翻地覆的。那他妈妈没去验伤吗？家暴的话肯定能判下来。这具体情况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总之从那以后，徐妈妈每天郁郁寡欢的。7年前，徐妈妈乳腺癌去世了。徐天觉得，如果不是这段不幸的婚姻，他妈或许不会这么早走。所以他对法院调解这事儿吧，心里一直有疙瘩。
啊，菲姐，那我就明白了啊。下次有机会呢，你也帮我和他解释解释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，也不能什么事都来法院，对吧？呀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这有什么事呢，菲姐，你放心吧啊。好嘞。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，您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立案了。您先按这个，再点这个。小米，来，哎，这个来了这么多案子。王姐，你认识唐法官的丈夫呀？这当然认识了，我们法院的老人都认识。他们俩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嘛？他俩是同学，一个是学英文的，一个是学国际法的。哎，他俩那孩子叫什么来着？陈月。对，月月嘛。那陈涛是出了名的好老公，那他后来怎么又去英国了？他呀，当时去英国是去做访问学者的，后来呢，那个大学极力挽留，他就留下来了。本来唐法官也要跟过去，一来呢去看看学习学习，再一个呢就避免两地分居，对家庭、对孩子、对感情都好。可那时候咱们院组建知产厅，他是骨干，领导又委以重任，他一听来劲了，没去成。他们俩走到这一步，就是因为两地分居。那他们还能调吗？那肯定喽，他们俩感情基础是没问题的呀。那现在这样，应该是这2年工作太忙了，一个嘛有话没说上，另外一个嘛又闷掉了。行了，这个案子啊就交给我吧，我来调。那陈涛在国外你怎么调啊？用云调解呀，网络上调，特别是这种异地啊、跨国呀，然后用云调解能给当事人和法官省不少事儿呢。一点也不省事儿，对我们老年人一点也不友好。哟，承认自己老了？哪也没你老啊，搞得你自己就跟灰一样。你看，不虚心接受批评。那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嘛？我想好好调，这个不趁手的武器怎么用啊？对，你说的对，说正事儿，说正事儿。师傅，我想试试。你想试试啊？我跟唐法官见过几次，挺聊得来的。我想先去跟他了解一下情况。好啊，那太好了。唐法官，叶欣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那个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我？是。关于我离婚的事。哦。你的案子在我们这儿。你是调解员。是，所以我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。没什么好了解的。陈涛要离婚，我同意。你们都不想挽回一下吗？没必要了。你们之间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能和我说说吗？我们分开，只是时间问题。那您对他还有感情吗？大家都说你们特别好，就像神仙眷侣。大家？您的法助潇潇，还有王姐，他们都这么说的。他们真够八卦的。薇姐，我来诉妇中心工作有一段时间了，在我看来，有很多的夫妻过来闹离婚，其实都是还有一个真实的诉求，离婚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，也只是他们表达不满的一种手段。所以我想知道，您和您的丈夫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别的原因啊？叶欣，我跟陈涛都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。我们的婚姻其实早就有问题了，只不过外人不知道内情罢了。这种事情没必要说，也不用调解，改变不了什么。
我知道是王姐要你来劝我的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你就说来做过我的工作，是我嘴太严。行了，交差去吧。是我主动要来的。魏魏，这冯翔约上了，今天要把吴华的诉求跟他沟通了啊。哦，我给他律师打过电话了，他说福祥很忙，让我们有什么事找他就行。不行，必须跟当事人聊了才有效果。接着打，接着打，接着打。哦。周法官，你之前不是说有时候要适当的晾一晾当事人，让他们上头的情绪再缓一缓？那可以啊，这平时跟你聊的也都记住了啊。那我再跟你说一点啊，当双方当事人都松口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要趁热打铁。那什么时候要晾一晾，什么时候要趁热打铁呢？判断。判断？嗯。拿什么判断？用眼睛啊！我看不出来啊！你当然看不出来了，我这练了多久，你这才哪到哪呀？我和你说啊，我做了6年的法助，什么样的案子没有见过呀？跟这方婷的时候，这种夫妻矛盾，1年来说最少是上百件。薇薇，不用想那么多，跑量啊，这量到了，自然就到了。坑入俄的菜鸟法官，你还看不起别人？薇薇。你去帮我看那笔记本上的那对不对？别起范儿了啊，差不多得了。打电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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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电话。这一句漫长的承诺，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，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，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。这一盏跳动的灯火，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，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，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。举着一盏